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灵统。灵统是这批远征武将中改动的最多的一个武将，甚至还影响了他原有的体系。官方对灵统的这一系列改动，让灵统可以不再被旧有的体系束缚，但却也因此削弱了灵统原本所活跃的体系。这个改动只能说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接下来就让我们边看技能，边讲解灵统的机制。灵统的怒攻会对敌方当前造成伤害最高的武将造成伤害，并给目标施加一层不可驱散、不可抵抗的暗伤。暗伤是灵统的核心机制，灵统的一切的效果都从挂上暗伤后才开始启动，这和吕灵起必须先挂上噩梦是一样的。国际服这边为灵统的暗伤新增加了一个不可抵抗的效果，算是为灵统解决了第一个缺点。灵统是防御型武将，所以他无法像吕灵起一样，开局就直接释放怒攻上状态。如果没有不可抵抗的效果，假设对面有华佗在场，身为辅助型武将的华佗，一定会比灵统更快释放怒攻，为敌方全体添加2层抵抗，这就等于是提前宣判了灵统的死刑。国际服的暗伤有了不可抵抗的效果后，就不必再害怕华佗。被附加了暗伤的目标，在受到除灵统以外的怒气攻击时，会额外承受 35% 灵统上次对其造成的怒攻伤害，最多不超过灵统最大生命的 35%， 效果不可叠加。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小型的噩梦效果，不过它并没有噩梦那么方便就是了。噩梦是透过普攻就可以追击，而暗伤和姜维一样，必须透过怒攻才会触发追击，效率并没有噩梦那么高。3星被动，处于暗伤的武将普攻或受到怒气攻击后，灵统都会对其追击一次旋风。旋风会攻击敌方单体，并造成 120% 伤害。若该次怒气攻击的目标不多于3个，旋风的伤害会提升至 180%， 并对相邻单位造成 30% 的建设伤害。虽说怒攻目标不多于3个可以造成建设，旋风的伤害也会比较高，但伤害并不是我们要追求的重点。暗伤的目标会在前排还是后排，这些都并非我们可以掌控。所以一个怒攻能攻击全体的队友，反而会更有利于触发灵统的旋风追击，稳定性才是我们首先应该重视的。5星被动，当灵统释放旋风时，会有 50% 概率对其施加1层持续2回合的眩晕。若目标已处于眩晕状态，则 50% 概率对其施加1层持续2回合的封印。这个被动在国际服被做了相当大的改动，原来的灵统只有在目标处于灼烧状态时，才有概率施加眩晕。现在国际服把灼烧这个前提条件拿掉后，灵统就变得不必再绑定火烧。这对于非火烧队的玩家来说都是好事一件，但对于火烧队来说却是坏事，因为他们家唯一的控制武将，现在变成大家都可以共享了。50% 概率的眩晕和封印显然是不够用的，所以灵统必须要升到5火才有用。5火后，眩晕和封印都会变成不可抵抗，并且眩晕的概率会被提升至 80%， 封印的概率会被提升至 75%， 这样控制才会比较稳定。但要留意的是，只有封印是不可驱散的，眩晕依旧是可以被驱散。封印是游戏里最新的控制效果，它会使到武将的被动技能失效，但却不包括缘分技能和死亡技能。封印被动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强，但在灵统的机制下，其实实用性并不高。因为灵统只能对处于眩晕的目标施加封印，被封印的目标本来就无法行动，所以即使被动被封印了，其实也没多大影响。输出型武将的被动通常只是用来打伤害，本体无法行动，被动也就没办法发动。真正被动能带给环境影响的，通常都是一些辅助型武将，比如诸葛果、曹丕、水镜、蔡文姬等等。但这些辅助武将通常都不会是造成伤害最高的那位，所以也就不会成为灵统施加暗伤的目标，更不会有之后的眩晕和封印。能带来高伤害的辅助武将是比较少的，目前唯一能造成高伤害的辅助武将就只有魂曹，
但这边有一个不确定的地方。封印的技能概述写的是封印被动技能，而 SP 武将的技能都全在 U2，也就是觉醒技能里，所以封印不一定对魂草有效。实际是否有效，就要等灵统上线后，大家来帮忙测试了。封印唯一的好处就是，即使眩晕被解除了，但封印还会存在，这也可以算是灵统的第二道保险。后期真正能把封印玩得很溜的是魂锅家，而灵统真正的控制能力还是只有眩晕。只有眩晕并不代表灵统就很弱，首先灵统的眩晕是2回合，这是游戏里少数能控2回合的效果，印象中只有刘备和关银屏可以做到。再来，灵统控制的对象是造成伤害最高的武将，这通常会是对方的主输出，这是非常有针对性和致命的。灵统的暗伤可以持续3回合，这是非常充足的时间。主输出一旦被粘上后，只要自身普攻或被怒攻，灵统都会追击一次旋风。这是一个双向的控制，灵统将会有非常多的机会来眩晕对方的主输出。尤其是姜维这种经常组单核、普攻又很频繁的武将，必定会成为灵统怒攻的目标。姜维一旦被挂上暗伤，就等于是自动送上门的，想不被晕都难。灵统的眩晕并非只能针对单核，灵统的怒攻针对的是当前造成伤害最高的武将，所以不会被锁死在攻击力最高的武将身上。当造成伤害最多的武将被眩晕后，他就无法继续造成伤害。如果这时对面的副输出造成的伤害超过主输出，那么灵统怒攻的目标就会变成副输出。虽然发生的概率并不高，但灵统是有机会控制到双核的。如果在对面同时有2个武将被施加暗伤的状态下，我方来一个全体怒攻，那么灵统就会同时对2个武将各追击一次旋风。灵统要有输出，就一定3火。3火后，灵统的怒攻会保底造成主目标 40% 最大生命的伤害，但伤害不会超过自身最大生命值 40%。所以灵统即使不叠攻击也会有伤害，因为它的真伤全来自于生命，所以生命才是灵统需要关注的主属性。40% 最大生命的真伤是全游戏里最高，只要怒攻一次就能打掉对面接近半血。最恐怖的是它是个真伤，不管对面有多硬多高的抗属，只要灵统的最大生命够高，它一下就能扣掉对面 40% 血量。灵统的怒攻伤害是其他联动伤害的基础值。5火后，怒攻会对主目标相邻单位造成 40% 的建设伤害，这就相等于是 16% 最大生命的真伤。别忘了，受到暗伤的武将每次被怒攻时，也会额外受到 35%灵统上次怒攻的伤害，这里又是一个 14% 的最大生命真伤。对于灵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想尽办法先释放怒攻上暗伤，然后再保住自身的生存就好。之后只要不断的透过队友的怒攻来触发真伤和控制就好，就和姜维的玩法一样。所以灵统并不适合全盾的队伍，因为防御型武将的回怒太慢，无法有效的触发灵统的真伤和追击。灵统适合什么队伍和队友？接下来我们就配合灵统的弱点来一起讲。灵统的机制看起来很强，但实际上也存在不少缺点。这是第一个以防御型武将为核心的版本，在这之前虽然大家也有使用防御型武将的经验，但一般都只是当做挂件来用，所以很少人会留意到防御型武将有回怒慢的问题。如何让灵统尽快发动怒攻，将暗伤挂上，就成了使用灵统最需要先解决的问题。灵统和姜维一样，都是依靠队友的怒攻来追击，因此队伍里也需要有能加速回怒的队友。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使用诸葛果和曹丕，他们能加速全队怒气循环，有一定的怒气保护，自身怒攻快，而且又是全体。诸葛果羁绊能增加灵统的异常命中，顺带解决灵统的第二个弱点，异常命中的问题。灵统的眩晕对比陆服的 100%， 被砍掉了 20%， 只剩 80%， 所以是有可能会有异常命中不够的问题，需要额外补强的。
第二种方式是和水镜组三盾，这也是灵统当前版本组队的一个基础。水镜的三盾羁绊可以增加防御型武将被打后的回怒速度，同时也能对怒气提供一些保护，也顺带的解决了灵统的第三个弱点——身板太脆。灵统虽然是防御型武将，但身上却连一个防御型的技能都没有。但又因为防御型武将需要靠挨打回怒的特性，所以被迫要站前排。如果没有给予灵统足够的保护，它是很难生存下来的。另外，灵统的第四个缺点，怕控制，水镜多少也可以照顾到一点。水镜的转移减役是有机会解掉控制的，镜像也可以清掉控制，并附加异常抗性提升。第三种方式是和丁凤、徐胜组队，激活他们的羁绊。羁绊可以提升吴国武将的怒气抗性、回怒速度和异常命中。徐胜的移城也可以提供减伤、回血和回怒。灵统的组队方式基本脱离不了这三个流派，当中最好的方式还是和水镜结合组队。水镜、徐胜加上灵统就可以激活三盾羁绊，非常方便。或者水镜三盾加上诸葛果曹丕，再加上一个主输出，比如浑曹或吕布也可以组成一队。最后要提一下灵统的羁绊，羁绊会提升灵统 50% 异常状态命中，这是灵统是否能成功眩晕敌方的基础。灵统在首次生命低于 50% 时，还可以立即获得1000点怒气，这是陆服所没有的能力，也是国际服改动的最成功的地方。羁绊彻底的解决了灵统在陆服有时可能会一整场到死都发不出一次怒攻来的问题。半血回怒是灵统最简单粗暴的回怒方式，羁绊至少确保了灵统拥有一次怒攻的机会。而这种方式也脱离不了水镜，因为只有水镜能给灵统第二条生命增加容错率，不然即使成功挂上暗伤，但人也跟着挂了也没有意义。顺带一提，水镜制造镜像后，半血回怒的效果是可以再次触发的，所以灵统在这个版本最方便的组队方式就是绑定水镜。灵统的羁绊和水镜一样，是必须激活才能玩的。若不激活这个羁绊，碰上冲锋将士完全没有机会的，因为你可能还来不及上暗伤就被打死了，更别说有能力将对方控制住了。至于联动更凶猛的噩梦桥和马点队，就要看你的1号位能将对方的攻势抵消掉多少了。战魂战灵，我个人还是偏爱破釜舞曲，因为它能在坦度、抗异常和输出之中取得一个平衡。但如果环境里噩梦桥和马点队这种靠暴击来联动的队伍太多，那也可以考虑带连携舞曲来增加抗暴。最后来说一下抽取建议，如果你想玩灵统，就必须连水镜也一起抽。最低的配置就是水镜5星，灵统5火。有能力2只都一起抽的玩家就可以玩。灵统对硬件的要求也不低，因为你首先要能扛下灭队。对于火队来说，原本灵统是必抽的武将，但因为国际服将灵统的羁绊要求改成最少上阵3个阵营的武将后，就不再适合加入纯火队，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灵统原本就是火烧队为数不多的强力成员，这样的改动真的令火烧队损失不小，连带灵统日后在火毒队里的表现也会深受影响。现在灵统要入火烧，就必须加入2个非吴国的外援，水镜加上诸葛果或浑曹、曹操都是可以考虑的外援。至于火烧队要不要抽灵统，我感觉还是要抽的，不然也没什么其他队员可抽了。灵统的实际强度会如何，还是得等大佬测试，但相信应该不会太低，一切就看是否抗得住和控得住。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解说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